有请节目主持人赵春。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曲薇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严品宏老师；涂磊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来吧，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结婚时年龄都不小了，当时他一无所有，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跟了他。我俩从一无所有奋斗到现在，日子也算越来越好了，但他跟我的心却隔得更远了。我以为他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但他现在做的很多事儿都太不爷们儿了。我对生活挺知足的，但他总觉得嫁给我有点后悔。他应该调整心态，别对我太苛刻。我想做全职太太，但他硬是把我往女强人的路上逼。我现在觉得这段婚姻真的很失败。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小张37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小范37岁，来自河北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儿来想说点什么呀？因为现在就是在别人看来，可能我们的婚姻挺幸福美满的，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生活根本就不是我一开始想要的那种婚姻的样子。应该不分你我。你看他就不像一个男人，男人就应该在外面闯事业，他就总想就是守在男人也这个小家里面。分不同的类型，跟女人一样，女人也分不同的类型，咱不要老是一个类型，好吧？他成这个样子，你就说他就行了啊。接着往下说。他就愿意守着这个家。我每次出去以后，我基本上有应酬的时候，你问他，我们家里备了一大堆这个解酒药，我都要提前吃。我不吃的话，我在外面我还生意还没谈，我喝酒不行啊。我吃上解酒药，我还稍微好一点。其实我感觉，而且让他过去接我，打电话，真的就跟求他似的啊！要不你打车回来吧，要不哎呀，我不能见他们，怎么样？我跟你说，主持人，其实我俩的日子完全没必要弄得这么紧张，因为我们毕竟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客户，我就认为就是把这些老客户围好了，咱做好每一场活动就行了。你还年轻呢，我们还年轻，才30多岁，那正应该是奋斗的时候。您说对不对？守着以前的老业务，那找咱们的人越来越少，那你还怎么挣钱，怎么养家呀？而且让你去接我，他就跟做头乌龟似的。我这边应酬完了，打电话求过来去接我的时候，不是我也，人家把车，你闭嘴，你闭嘴，你听我说完，人家把车停的离这个酒店700-800米，要么等这些老板们走了，人家过来接我。是这样的，我必须打断你。你听我说完好不好？我去接你，闭嘴。然后要不然就是说老板不走，而我要先走，那么我就得大晚上大半夜我走到那么着，他就不见人，你知道吗？我不是不见人，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啥？毕竟我是老板，我既然没有去，你说我再见人家那些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认识，有认识的，我人一见我，你看老板都不来，专门过来接你媳妇来了，我感觉人家见了我尴尬，我也你这个时候知道你是老板了吗？你是老板，你应该出头这个谈生意的呀，你这会儿知道你老板，你就是死要面子，我告诉你。听明白了，这个其实是家庭规划的冲突。另外，咱们再往深里面想想，就是得保护好妻子啊。那你咋不去呢？说真的，我真的是不善于应酬。那你就不怕你媳妇儿喝坏了？对呀，您看主持人都担心我，你都不担心。哎，两码子事儿啊，这还放心出去喝呢？他就这样，我跟你说，他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还有其他的让你不满意的吗？再一个就是说，咱有一个闺女了哈，再生一个老二，要个儿子不挺好的吗？而且渐渐的你出去把这个生意谈起来，那么我就可以安心在家调理一下。毕竟都37、8岁了，我不能光喝酒呀，我还想再生个儿子呢。我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就这方面就说一次就吵一次。一个闺女，咱经过这几年也花了不少钱，这个日子刚稳定下来了，你再要一个，现在又嫌家里边房子小，又嫌这个车不好，你说你这个钱将来你攒那么多钱，你是给儿子换房子还是给咱们换房子呀？
他就想守着他现在这堆钱一直到老。我感觉现在你才这种状态就30多岁，挺好的。你又不是60、70岁了，人家70岁还创业呢，你30多岁怕什么呀？生个儿子就把他愁的，我一给他提儿子，房子呀、车呀、彩礼呀，那教育的不是费用呀，也有可能生女儿？生女儿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我发现你这思想还挺封建啊，你这样。我不是封建，我就儿女双全嘛，一胎就挺好的，你要那么多孩子干啥？就再加一个，哪是那么多呀？是觉得压力大吗？还是觉得是压力，压力大咱过日子咱就是你努力奋斗平平稳稳的，要不然你就规划好。我这不明白规划好了吗？嗯我不是想让你把你你揪起来，规划好了，你去你不谈生意去规划好了，啊？你不要10个孩子不更好？那能那么着吗？您当那不能初是怎么那么着。看上他的呢？当时我就觉得他挺老实，对不对？然后挺踏实的。现在不也而且对我老实也特别好？踏实吗？没变啊。但是男人骨子里不应该就是愿意闯、愿意奋斗吗？我就觉得就是这么老实一个人，我跟他我放心啊，然后我就可以在家里带孩子、收拾家，我每天做饭等你他回来。现在不放心吗？不是依然放心吗？现在问题是我成了他，他成了我了。他现在在家带孩子、看家，我出去闯行，了。我问问你放心吗？我也不放心，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我不哎呦，他你是真窝囊啊，兄弟，没我就办法。说他就周不起来。还有什么呀？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你不想着怎么往家挣钱，光想着我媳妇儿挣这钱我守住，谁也不能花，连我买衣服都不让。就我买衣服这件事儿还差点离婚。可不是这么回事儿，主持人，家门柜子都满了，都堆成山了，还买。有一次弄了7、8件衣我自己服回来了。挣的钱，我家里钱都是靠我自己挣，房上一回那个子是我挣， 7、8车是我件衣挣的，我服回来之后，买几件衣服还不行我啊？上一次弄了7、8件衣服回来了，我就说了他2句，不高兴了，人家要离婚，我说不行，这衣服我给你卖了它。我自己挣的钱买的衣服，你凭什么给我卖了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不是，既然你这样干，你就干吧。差不多了吧？就那么点事儿吧？多了，现在谁家那孩子从小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吧？起跑线在哪儿啊？你人家没看见现在孩子1周多是吧？那个上外语早教，然后3岁上幼儿园，是那不就算人家不上早教，别人家那上幼儿孩子跟咱园也很正常吧？提早就把他爸妈接过来给看孩子。我就感觉这你说你爸孩子吧，妈跟你就幼儿园的孩子老师就是孩子能一样吗，？小的时候他长得健康就行。再一个说爷爷奶奶带着他，咱也放心啊。1年省下1万多2万块钱，咱能干点别的，干点投资1-2万能不是挺好啊？干什么我就问你而且你就是1-2万能干什么6岁上幼儿园，7岁上小学，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像我爸妈把我不带也挺好。带着就你对吧现在就一点奋斗的精神都没有，那你说孩子跟你爸妈学啥了？就会跳广场舞，一扭就跟那广场上老太太一模一样。你孩子回来一跳舞多活泼呀！那你看看人家在幼儿园孩子跳的是啥舞呀？真没上幼儿园啊？没有，就因为这事儿借题发挥，去年把我爸妈变相的给撵走了。你又不是独生子女，你们家兄弟仨呢，那凭什么你爸妈只在咱家住人？那咱家不比那哥俩，俩过得好点吗？你就找个借口又不出门了。我尽份那你什尽份孝么时候心也是应才能成长该的。起来？我怎么就不成长了？行了，孩子的教育，爸妈的去留，又是个大问题。你们家的事儿还真是没一件是小事儿。而且他这个经历啊，他就不往正道上使。该知道他自己是老板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你行，你上去；不该他当老板的时候，可认为自己是老板了。比如说呢？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工作室有一个策划师，这小伙子特别能干，长得又精神。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事儿。我怎么就不能提？我必须得提，你不嫌丢人呐？哎，人家活动的时候，我知道他过生日呢，找同事给他订了个蛋糕，这都没完了，给我盖高帽，上纲上线，没过3、2天，连跟我商量不上。人家是老板吗？找个理由就把人家给辞退了。我后来怎么求人家都不来，不那是不是一大这事儿，损失啊？你看主持人是这样，他平时啊天天念叨你也不够爷们儿，不是个男人，我就感觉一看这小子油嘴滑舌的，我就感觉不放心。我的生日，我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过过一个生日，人家一个员工生日你记那么清楚，你就不是男人，男人又心胸是送蛋糕宽广的，你这说我能小心眼儿放心没是想什么呢？再一个说，我跟你说媳妇儿，今天你应该心里面高兴才对。你说我把他刺走，我不是爱你吗？我高你是不是兴什么呀？咱公司一个人才，你这小心思眼儿、针尖大，你把人辞退，有本事要不这工作你去做，你能做得了吗？我就感觉你应该收一收。现在你就是膨胀，你知道吗？你眼睛你放到脑袋瓜上，是我眼睛在脑袋瓜上，对不对？还你非要眼睛让自己在脑袋瓜上？弄得你就那么累。坐到这底下，你就脑袋你就看上面那一小块，是你能把目光放长远点吗咱不？吵了吧，稍微那个嘴上给他留点面子行吗？是你不能见人就说我不够男人，行吗？你就没出息，啊，行，听你明白了。内心就不够不是强大。他内心还不够强大呢。细数一下你用的词啊，缩脖乌龟，不是个男人，
头上就那么一点天，反正还有难听的，就我都不记，我为什么听不下去？我那是实事求是了，就给他这个词不是你别实事求是了，这词儿就给他量身定做的。不是你今天来干嘛？离婚是吧？就任何一个男人听到这些词汇形容自己的时候，不离婚就真的不是男人了。你是男人吗？是，今天是来离婚的对吧？不是，哎呀，那您今儿来干嘛的呀？我就想带他过来，让老师们帮我劝劝他，劝他什么？好好的做好一个老婆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老婆应该做什么呀？人家要给你生娃，你不要，对吧？人家要跟你过日子，你不好好跟人过，人家给你挣钱，你吃醋，这老婆没毛病啊。我就想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把他的明白了，不要让他那么膨胀，对，让你做一个真正的老板。他做老板也无所谓，别太膨胀了，我就感觉太膨胀了。行吧，行吧，你们来吧。方啊，就特别典型的安于现状的小男人，女方呢是勇于创新的大女人，女主外，男主内，没有哪一种说法说这个男一定要主外，女一定要主内，他的能力仅限于此。你把他就算支出去，你那生意也还是黄。你说他什么没用啊，没出息什么？您当时找他的时候，不就图他这点老实和踏实吗？而且你说的理想就是相夫教子，你以为相夫教子容易吗？真的让你把外面这一摊生意全部停下来，让你回家相夫教子几天，你试试。其实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感恩和知足。虽然男生一直在说，哎呦，现在挺好挺好的，但你完全不知道你现在的日子有多幸福，女生也一样，完全不知道你现在日子有多幸福。有多少夫妻都是女人非常辛苦的操持着家庭，但是男人丝毫不懂体谅他操持家庭的辛苦，觉得你就看个孩子，就打扫一个家，有什么难的呀？女人非常想要出去追求自己的一番事业，可是碍于所有生活种种的现实，没有办法。但你现在有自己一片广阔的天地去奋斗，你说你的梦想以前是小女人，但是你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模式啊。你们两个人在一开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生活模式就固定了。你现在一直在抱怨，我要你改变，你要有担当，你要出去闯，你要像个男人，你这不是戳他脊梁骨吗？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说自己的先生那些话，你爱他的话，你心疼他的话，其实你在说他的时候也在说你自己，在骂你自己。你怎么这么没眼光啊？对不对？不是给你自己长脸，其实是给你自己跌份儿的。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人有的时候分工分好了，模式定好了，我们都做好自己能为这段婚姻做的努力，能为这段婚姻所付出的那些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感恩知足，感谢对方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感谢你为这个家庭的牺牲，这日子就越过越好。如果两个人每天都是抱怨，那这个爱就会越吵越没有了，心也会越来越凉了。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您挺幸福的，他那么相信你，那么支持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好吗？祝你们幸福啊！谢谢。你的愿望是什么？相夫教子。对。你以为相夫教子就是在家里头做做家务，看看孩子吗？那你怎么去支持你老公的呢？你不觉得你现在就应该做好相夫，你没有做到吗？现在有大把的机会让你去帮助你的老公。第一，得让他舒服啊。他舒服吗？得听他话呀。听他话吗？你做的哪一点都是在不尊重你老公。老公撑不起这个家吗？别忘了每天你要谁去接你。你为什么这么心安理得踏踏实实在外头去应酬呢？不都是因为他在家里头操持着你的后方吗？对不对啊？如果他是老板的话，那你就是老板娘是吧？你是不是要尊重老板呢？听老板的话呀。你在外头去工作，是不是也是老板通常都让自己下属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擅长。
我们做一个公司也是，每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他可能财务管的就比你好，你大把的挣钱的，谁帮你去理财呢？就是他呀。一个公司发展不是在第一线去和人家去谈判、去沟通、去喝酒应酬的那个人，大后方非常重要。一个公司成功是一个团队的事情，换你一人你试试，累死你。谁让你毫无顾忌在外面去做应酬呢？是因为他。你的孩子现在谁在养？是因为他。为什么他不让你现在再要2胎呢？因为他知道养一个孩子多么难。孩子不光是养大，还要教育。你们的精力有限的，你现在是很膨胀，甭管是外面的应酬，然后你现在取得的成绩，还是你认为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位置，但真正你试一下，跟他分开，生活还能这么井井有条吗？你的工作还可能那么顺利吗？你如果把这个家庭也当成是一个公司打理的话，你就清楚了，有做后勤的、行政的，有做销售的，缺一是不可的，明白吗？它的价值非常大，而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对你的包容和忍让。在这个舞台上，你说了多少刺痛他自尊的话？他有说过你一句不当的话吗？他要求的就是说，你能不能不要太膨胀，用词恰当，而且掌握分寸。相比较而言，他的心是更大的，他比你爱他更爱你，你被他惯坏了。你找一个可以带你冲锋打仗的男人，他根本就容不下你的放肆，但他可以包容你，是什么呀？因为爱你，所以尊重你，请你珍惜他对你的爱，请你尊重他，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我们任何一种婚姻状态都要有经营的方法。男人长得也不帅，也挣不到什么钱，心里边特别有谱。他不怕自己的女人有多漂亮，也不怕自己的女人有多能干，因为他有一颗非常宽厚的心，所以他只要坐在家里面把家务操持好，这女人永远逃不出自己的五指山。他心里有谱，你是心里没谱。我告诉你，男人如果把最后的那一点点自尊都丢失了，他迟早真的是不在乎你，他看不上你的。你有些东西是可以包容的，但这种话说了你都受得了？你都受得住？你基本上在他面前就一文不值了。你今天60秒必须要赔礼道歉，如果你不赔礼道歉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之间的婚姻这个隐患将永远持续下去。男人在生活当中什么都可以包容，唯独是亵渎他自尊的地方不可以包容。你听明白没有？听明来，白。谢谢涂老师。事儿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在有些夫妻之间说的一些话，外人听的时候就是挺不堪的。别哭了，兄弟，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啊，我就是问一下，想答就答，不答就算了啊。一个人没有能力挣钱，是不是这个人就完蛋了？我挺好奇的，求解一下。我认为能挣钱的人应该受人尊敬。所以其实压根儿出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你们俩的冲突是来自于钱怎么挣，不是他不挣钱，他是希望挣的钱是相对本分的。就是我自己把活练好了，这有什么错？为什么说他窝囊？我不觉得他窝囊啊，不过是本分而已嘛。那是不是怎么现在本分挣钱的人都不对了？一个女人说我要嫁一个爱我的人，这男人你承认你爱他吧？但是你转折了，但是他为了爱我，他要去挣钱呀。那我是不是可以翻译说，有钱就等于爱你啊？我就请您记住一点，挣钱真的不是一个人的本事。你仔细想想他的好吧。老婆，结婚这几年，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今天，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孩子也有了。我们彼此为这个家都付出了很多，但是我欠你的也比较多，因为结婚的时候没有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
没有给你一个像样的婚纱，但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你有一个愿望，就是等我们日子富裕了，让我带你到国外去旅游。今年过年我就带你旅游去，行吗？请亮灯。哎呀，哭的呀！我来补你一刀吧。这旅游的钱是他挣的还是你挣的呀？我们一起挣的。行了，哎呦，你乐了是吧？哼，你要真不是打心里烦他，以后就好好跟他说话。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吧，我们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话筒有请。急什么？我都读完广告再来行吗？见证。对不起。以后我会改的。我知道我很多说的话都没有注意你的感受。今天老师们说的话，我都会记在心里。对不起。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过，不要让人家再看我们的笑话了。嗯。来，请亮灯吧。谢谢。想想没钱的时候不也嫁了吗？想想没钱的时候孩子不也生了吗？想想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其实回过头去想想，也许他们一直过得还挺幸福，因为这样一种模式在夫妻之间早有就形成了。夫妻之间或者叫亲密的人之间，应该怎么去尊重对方呢？我想今天4位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做的一些表述，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些参考。来，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他天天在我身边，但心里却藏着另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喜欢那个人不比我少。我对他那么好，平常也总照顾他，他却感觉不到我的付出。我要怎么做他才能满意？他能为了他心里暗恋的那个人做出许多改变，却从没有为我改变过一点。他现在变得疑神疑鬼，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我有别的目的。我以为他会改，但是他一直都这样。谁能忍受自己的女朋友心里有位置留给别人？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王22岁，来自河北职源；女嘉宾小杰22岁，来自河北待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看小片的时候，你是浓浓的醋意哈。那话说的什么？谁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心里住着别的男人是吧？对。谈恋爱多久了？谈恋爱1年多了。1年多了，怎么还住着别人呢？姑娘，是小心眼还是真住着别人啊？他总觉得我不在乎他。哦，对，他心里一直有别人。真，你先说别人是怎么回事好不好？我们听听。这是从头说。当时我们俩不是大学同学嘛，实习了。当时想着以后就在秦皇岛生活嘛，不是在秦皇岛实习也方便一些以后工作。那我当时定的是这样，然后他说，咱要不就去唐山吧。
我说为什么要去唐山呀？他说他爸妈不同意我俩在一块儿，先去唐山避避灯，他那边跟他爸妈沟通好了再回去嘛。哦，然后我俩就去唐山了。去唐山我也找了工作了，工作2个多月。然后他在那边一直也没找见工作，待在家里。当时我们租了个房子嘛，在家里待着，就是刷会儿抖音了，看会儿电视剧。那我不没找见合适的吗？对，要么我也找了呀。然后后来他又说上北京，在唐山不是地方小吗？北京是机会也多，工作也多，要去北京。去北京我依你了，我在那边也找了工作，在那边也工作2个多月了。啊，他当时也工作了，但是工作2个多月，后来就辞职了，忽然间。那我肯定也问他为什么辞职啊？啊，我感觉那份地勤工作不适合我呀，我学的是乘务方面的专业嘛。他主要原因根本就不是这个。啥原因啊？是因为他在那个北京火车站嘛，碰见了一个他大学暗恋2年的男同学，啊，他要躲着那个人啊。你们俩不是大学同学吗？是，然后他是同班同学，那个是暗恋2年。就是我俩不是一个班的，是一个学校的。哦，行，这不没什么呀？对呀，他暗恋2年，他要躲着人家，这都不是最气人的，最气人的是他当时。你是怎么知道的，兄弟？他跟我说的，对人很坦诚的告诉你。对他挺坦诚的。我后来都已经跟他说了实话，他还是总不相信我。啊，然后这不是最气人，最气人是他当时从秦皇岛到唐山那个原因啊，根本就不是因为他爸妈不同意我俩在一块儿啊，那个原因就是他班里那同学啊，他暗恋2年那男同学，当时就是在秦皇岛的火车站实习，跟他一块儿，他当时就是为了躲那个人啊，现在又是为了躲这个人2次，一直就是在骗我。那我不也是怕影响我俩之间的感情吗？怕影响啥？你跟他也没个啥，就暗恋嘛。是我这事儿有了男朋友不就过去了吗？还暗恋吗？现在也没有多少了。我跟他解释，后来他也不听。就是还有是吧？哎呀，那我在慢慢的缩小啊，他对他的。哎，行。反正他当时也跟我说了这事，也给我坦白了。当时我也就挺欣慰的，管他的，反正也是想跟我在一块儿嘛，是吧？对，反正他心还是在我这儿，想跟我好好在一块儿，所以才躲着人家嘛。他要是想，当然他就不会再回北京。当时还在北京呢，在北京，然后他不是不干了吗？辞职了，在家里待着。你说你嘴上说的跟做的你是一套呀？对，回家他根本就做的不是一套，跟嘴上说的。他回家他干什么？啊，回家刷抖音，还是我没有事儿干呢。对，他看抖音，就玩手机呀。看抖音看一些什么？都看一些，哎，像飞蛾扑火啊，什么单相思，都是那种东西。我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怎么了？你肯定是心里有，写的挺好的，你肯定是心里有感慨啊。我就点点赞，转发一下。说白了，就相当于他看的都是那种，对，特别相对有点愁苦的啊，对，都是那些小女生情怀的啊，他肯定思念和暗恋一个人的这种东西，是这意思吧？有点。而且他还唱歌，唱什么？可惜不是你那歌，还有那个红玫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啥的。你说他唱这些东西，我心里能好过吗？他成天没人干。喜欢唱这些歌啊？你是单纯的喜欢吗？我就感觉歌词写的挺好的呀。行，我就想唱啊。行。他除了唱之外，他跟那男生有联系吗？他没联系。后来了，我不是看了微信，不是我在我强烈要求下，他把他微信删除了啊。后来了，他 QQ 没删 ，QQ 没删除，给人留言，人家过生日了，说，哎呀，祝你幸福，希望你过得比我幸福。那人家过生日以前，我俩也是同班同学嘛。哎，就是你暗恋那个男生知道你喜欢他吗？知道啊，拒绝我了。哦，那就完了吗？结束了吗？这事儿啊。后来，但是那一天他老唱这个歌啊，为了人家，哎呀，确实是这样。我就喜欢唱这些歌，这些词儿不都是写这些感情的吗？是。还有他这段时间啊，他老是那什么见识了。去了，但是我从那儿辞职了。他人跟我在一块儿，整天想着别人东西。那我对你不好。哎，你心里还有那个男生吗？好好说啊，别随嘴就回答。还是有是吧？只是没多少是吧？你以前谈过恋爱吗？也谈过。那不就完了吗？那是他，你说前男友没有忘掉，也不是前男友啊，我俩也都没有什么。其实你要真跟那男孩谈了，也没这么记忆深刻，恰恰不就是因为求而不得吗？要不然你也跟他分了，他也会想你的，你敢吗？反正我感觉，我就想让他把那心里那个人彻底的忘记。那忘不了怎么办啊？已经差不多快忘，所以我从那儿辞职了呀。
你为什么非要让他忘呢？他要是真的忘不了，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儿。喜欢的人或者心里都有一个属于留给自己的空间的位置吧，这个你能理解吧？啊。所以如果你这么纠结这一点的话，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吗？你失去的是把你自己变为他心中那个位置那个人的机会。你说你吃着飞醋有什么用啊？那人都已经拒绝他了，他俩不可能再有什么了，对不对？对。你用现在这样吃飞醋的时间，好好琢磨琢磨，我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怎么对他好，怎么让他觉得我才是那个能够让他依靠终身的男人，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你说你跟一个长得像黄晓明的人吃醋，你吃得着吗？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接受不了，那咱就赶紧特别爽快的扭头就走。我就是接受不了你心里面还有一丁点别人的位置，也不用这样耗着，这样耗着折磨你也折磨他。接下来我说说你啊，你暗恋什么呀？都拒绝你一次了，你还暗恋？你就是喜欢那种心碎和被折磨，还有暗恋的感觉。你根本不是喜欢那个人，你明明知道你追不到他，人家都已经拒绝了你了，你就是觉得哎呦心碎，哎呦可惜不是你，哎呦这种感觉真好，每天就徜徉在那种虚幻的缥缈的，那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套，根本不是那样的。赶紧从这种的情绪当中拔出来吧。因为你这样不拔出来，你觉得自己好像每天享受暗恋一个人心碎的感觉，那种感觉特别的折磨人，让你的日子过得诗情画意的。你看看眼前的这人，看看现在的现实，看看你现在拥有的这段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才是你现在的人生，那些都是电视剧里的，好吗？清醒了吧？这回你应该真没有了心里，好吧？就说这么多，祝你们幸福啊！来，曲总，我特别能体会你的感受。虽然没有类似的经历，但这种事儿我是不能忍的。你确定他是精神出轨吗？对，我确定。那我告诉你，精神出轨和实际出轨中间就差一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你是永远无法防范的，即使你定他的位。对吧？但人还是千方百计在了解对方，对吧？对。然后去了两个他经常出没的地儿，对吧？同时还跟她的闺蜜呢去谈，连她近期，对吧？是那个找的女朋友什么样他都知道，就差一个机会了。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了哈。如果说你定性为了精神出轨，那么马上离开他，因为这个对手你是无法打败的。为什么呢？他在心目中所谓暗恋，那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如同就是偶像，什么都好。相比较而言呢，你什么都不好。所以，在你无法管控他的内心的时候，你就要管住自己，让自己有志气。如果觉得你自己很自信、有实力，或者你跟他之间的爱情是真的，离开他。因为什么呢？他现在暗恋的那个人是触摸不到的，是完美的。只有当他失去的时候，他才懂得珍惜。他现在不足够珍惜你，是因为觉得你不可能失去，所以说你离开他，给他机会，成全他。有一种爱叫放手吗？对不对？你就成全他，跟他分手，让他去追寻他那份心中的虚渺的爱。这种女孩只有知道挫折，她才能体会到，可能身边的人才最应该去关注并且感受身边人给她的爱。所以这个女孩需要这样的锻炼，你要给她这个机会，好不好？我就不跟你说什么了。我再加个问题问你吧，女孩。如果你暗恋的那个男生回来跟你讲说，过去我没有发现你的好，我现在喜欢你了，我们可以交往吗？你怎么办？我跟他得了吧挺好的呀。反正我不信啊。我也不太信。当然，我觉得这个男孩不会回来找他。这是一个既定事实。如果他要喜欢你，当你主动向他表白的时候，可能你们就在一起了。这男生不会回来找他，这是前提啊。但如果假设真回来，他还真有可能同意。但我想说的是啊，你也不要说一定那么说，他就是精神出轨，我得听曲总的，我认真分析一下，然后跟他分手，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不尽然。其实我想跟你说的，女生，即便他来找你，你同意了，你们在一起。10之8九不会愉快，
原因特别简单，我们在年少懵懂的时候，这种暗恋的对象，其实往往不是爱着那个他，因为你并不了解他，你们没有相处过，你爱的是爱情的本身，你所想象的，你所认定的最美好的那种感受。所以你真的和他相处，发现，哎呀，我心中的这个男神怎么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样不是我想象，那样不是我想象，10之8九最后就黄了。回头在想，哎呀，还是我那个男朋友好，他更适合我，我怎么就一时冲动，跟这么一个幻想的对象谈了一场恋爱，很快就失败。所以你刚才选择，我觉得挺明智的，说不啊，我还是跟他在一起，虽然违心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理想状态的女孩，就得让她亲自去实验。去体验，这样出来的结果，他才能认清现实。这有点过了，我觉得非要拆了，非要散了再重新组合，这个没必要。你如果够自信、够爱他，你真的要学会去包容，去慢慢让他心中暗恋的对象慢慢的淡去。你不要和一个不存在的恋情竞争，因为它只是一个假设，只是一个想象。如果真的爱他，等他心中那份。年少时期懵懂的那种想象，慢慢的转换为现实中你们2个之间的相爱，自然而然你假想的情敌就没了，不存在了。自然而然他心里更加笃定，你们现实的踏踏实实的相守相爱才是最珍贵的。你想说什么？特别不同意吗？我特别不同意，因为你没有暗恋过，我有。因为我是男的，我为什么要包容自己女朋友暗恋别人呢？而且那不是一个偶像，那不是一个偶像，那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他已经真真实实和一个男孩在一起了，你们就别把自己那点事儿往里带入了。每个人的这个成长环境还不一样啊，就这么个意思啊。对，所以我整体的感受是说，真的，你们不要太去在意那个曾经的过去，踏踏实实把今天的日子过好，自然会检验出你们是否真的相爱。着眼现在，忘掉过去，加油吧！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他之所以放不下那个男生，你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你，他早就放下了。是你一遍又一遍地提这个男生，你如果不提，也许那个男生在他的印象当中早已经淡漠了。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这个莫名其妙的对手，你总是用潜台词告诉这个女生说我不如那个男生，因为他在你心目当中是神一样的存在。所以我很嫉妒，因为我知道不如他。你所有的焦虑，你所有的质控，都在说明这个问题，在加重他对他偶像的印象。如果我是你，我费尽心机都要请那个男生，你们3个人一起吃顿饭，就把这梦给破了。如果这个梦破了之后，的确使得他认为更加确认那个男生我喜欢，那就让他们俩走。如果这个梦破了之后，他认为现实终归是现实，还是眼前人好，你们就继续往下走。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的应该是你，你却偏偏不敢这么做。事实上，你就认为你竞争不过别人，但凡是你在他身边，你就已经赢了。对，但是你要记住，你永远不要想把那个男生在他的心目当中取而代之，你只是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明白吗？明白。王尔德说，世上的悲剧无外乎2种，一种是得到了，一种是没得到。没得到就痛苦，得到了发现不过如此。你现在就处于得到和不得到之间呗。你就带着你的男朋友去见一面，这个男生怎么了？我记得某一个电视剧当中有过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有一个女生就是始终是放不下，她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暗恋的那个人和现在正在追求的这个人，于是她把2个男人约在了一起，说我有点要崩溃了，我要是一直暗恋着你，我觉得在荒废我的时间。我觉得我现在接受了追求我的，我觉得在亵渎这段感情，我该怎么办？你必须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你明白吗？其实我告诉你，在我很多的观众来信当中，结婚40多年之后，因为和自己丈夫之间的矛盾，又想起了自己的暗恋，并且那个暗恋那个诗歌偶尔出现在了同学聚会上，
他还浮想联翩的事儿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很多人40年这个梦都没破，又因为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好，现在的生活不如意，而又因为机会的巧合发生，做了错事的人是有的。这种不是没有可能，但最关键是你自己要分清什么是现实生活，什么是你自己的迷恋。有一句话送给你：所有的迷恋都是凭借幻觉，所有的理解都是包含误解。你必须把这个误解和这个幻觉把它给捅破，否则的话你跟他不要再往下走，否则的话你自己是不负责任。你听明白了没有？行，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有情感，他不是机器。他除了理性的一个层面，他其实应该是有感性的那一个层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生心里不可以把她的喜欢或者暗恋这个男人，就在心里面有一个角落放在那儿了，因为那毕竟是她的一段情感经历和经过，为啥不可以呢？所以我觉得核心在你。你相信他吗？你相信你们俩之间的爱情吗？相信。你相信你比那个男生强吗？相信。还是那句话嘛，我们提供观点，我们提供角度嘛。最后的决定你们来做嘛。需要自己给自己做一些决定，请开门。来，观点当中寻找一个你们认为最合适的，对你们的情感最有帮助的。有网友提问：结婚的时候，老婆要求必须有新房。我们就四处凑钱贷款买了房，但是呢，经济压力非常大。现在我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我跟老婆商量，想把房子卖了，先做手术。我们搬回去和我妈住在一起，毕竟我父亲很早就不在了，我妈一个人住。但是老婆说卖房就要离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舅母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老婆的顾虑也要考虑的。你的母亲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以夫妻的矛盾为代价换来的，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和妻子商量一下，找出一个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夫妻同心协力，其利断金。希望你的母亲早日康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